他是范马家族中兴之人，延辉村超级计算机，梦想开发9G。你长大了最想干什么？开发9G，以一己之力养活整个范德林帮，他就是小马云范小勤。独立的爸，没烦恼的妈，铁饭碗的哥哥，还有爱肘击的他。我们习惯用天崩开局来形容一个人早期的悲惨经历，而小勤的情况怕是比天崩还要糟糕一些。范小勤原名范小勤，2008年出生于人杰地灵的延辉村，父亲范家发是延辉村最独立的男人，这么多年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。家发早年上山砍柴，结果被蛇咬伤，被迫卸掉了自己的右腿。据野史记载，后来家发才发现蛇咬的是左腿，好在蛇没毒，这才保下自己另一条腿。为了保留范德林帮的火种，家发找到了比他小了2轮的马云。独脚的家发能找到比自己年轻20来岁的媳妇儿，可不是因为他长相帅气，而是因为马云有着智力缺陷。在家发的单腿操作下，2个超级计算机就这样诞生了。范小勤和哥哥都遗传了母亲的智力缺陷。本来小勤就不聪明，结果家发还把家里为数不多的资金都落实在了小麦果汁上，这就导致小勤也没接受过正儿八经的教育。再加上延辉甘露的滋润，就这样在延辉村尽情的野蛮生长。直到2015年，在外打工的表哥黄新龙回村，黄新龙没怎么喝过延辉甘露，再加上去过大城市，见识比延辉村人多一些，发现这个小表弟竟然与马云有几分神似，就把他拍下来发到了网上。本来就是图一乐，没想到马云本人看到照片后都恍惚了，以为是家里人把自己小时候照片拿出来了。得知真相后，当即表示范小勤读大学的费用他包了。不得不说，商人的眼光就是毒辣。马云看到范小勤第一眼就敢说出这样的话，而我观察了10年，也只敢承包范小勤读研究生的费用。经过马云的认证，范小勤直接爆火了，有了一个小马云的名号，而范马家族也正式走向中兴。一开始是10里8乡的人都想见识见识小马云，每次来也都会给家发带一些礼物。后来被一个老板带到了大城市参加各种商业活动，每次出门都是美女秘书同行，好不风光，一个人拉高整个延辉村的 GDP。可好景不长，日子好起来了，小勤脸也吃圆了，跟马云没那么像了，热度大不如从前，再加上一直没长个子，去医院检查发现患上矮小症，而且也是2级智力残疾，于是又被送回了那个生养他的延辉村。面对荣归故里的范小勤，村民们惊讶地发现，5年时间岁月竟然没在他身上留下痕迹，一如当初离开的模样，让村民忍不住感慨一句：我以老态龙钟，大圣风采依旧。老板离场，表哥抓住机会拿下了范小勤代理人的身份，每天领着范小勤拍各种土味段子，流量还是不错的，让表哥换车又换房的。由于智力缺陷，小勤无法像正常孩子那样念书，只能在特殊学校接受教育。转学那一天，他还在劝其他同学好好学习。你们要好好干干，不要跟我一样，好好干干，干干干干。有人说，范小勤的一生是在被流量裹挟着前行。刚爆火时是大老板，后来又变成表哥和形形色色的人，他们都想通过小勤来获得利益，这点没错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小勤的生活也确实得到了改变，家里起了新房子，也让家发实现了小麦果汁自由，自己也能吃饱穿暖了。若是没有那一夜爆火，他的生活可能只会更糟糕。在黄新龙的辛苦教导下，小勤也是终于开智了。不过坏消息是，开智后第一句话就是要卸掉家发那条好腿。等我长大，我把那条腿卸掉，如果卸不掉，我就再换一条蛇过去。从这句话也能看出来，小勤是真开智了，知道家发眼里只有小麦果汁。另外前几年总有人逗小勤，问他100块和10块，他要哪个？每次都是要10块钱的。大的说自己对钱不感兴趣，小的直接干脆不认识钱了。为什么不说钱？因为我不认识钱。其实小勤不是不认识，他什么都懂，知道一旦选100就没人再给他钱了，但只要选10块，就会一直有人给他10块。又或许他是真的不懂，他只知道自己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，对着一群人哭，又对着一群人笑，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只知道做了之后大家会开心。有时候想不明白就干脆不想了。不管是豪华大酒店还是延辉村的老房子，都只是一个栖身之所罢了，陪伴他的人也只是从漂亮保姆变成表哥一家。不变的只有范小勤自己，大多数人都是稀里糊涂过完一生，他亦是如此。2026年对于小勤来说是重要的一年，他的人生迈入一个新的阶段，也就是18岁成年了。小勤当即注册自己的账号开直播，一场直播下来光感谢礼物了。长大后的范小勤梦想也变了，不想开发9G 了，反而想找婆娘了，染了一头帅气的红毛，到处撩妹。黄新龙可得把小勤看好了，别走上哥哥的老路，毕竟如今的他可是范马家族的顶梁柱啊。